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上次我们更新过1093的数据了，就是他们到底有多少玩家移民进去，有多少玩家移民离开。但是看到1093他们玩家移民的数量挺多的，但一方面也是1093他们玩家人数比较多嘛，所以玩家移民离开多，或者是移民进来多，也算是比较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2489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毕竟他们这一次碰面的可能性很大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上一次 KVK 输掉啊，因为你们也知道，正常如果一个王国它的 KVK 失败了之后，会有一些玩家会移民离开，只是我们要看一下在他输掉了一次 KVK 之后，移民离开的玩家究竟有多少。因为这样上一次2489的 KVK 其实耗损挺大的，就是你花了这么多的加速资源，打了这么多天，结果没有胜利，这样或许会造成更加多的玩家离开。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那今天我录制画面的时间是4月5号，所以这边看到官方提供的数据呢，就是4月4号的啦，所以如果在4月5号移民进来的玩家就没有办法了。那我特意选择这一天，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 KVK 了，所以就算有玩家移民进来，应该影响也不会太大啦。那我们先看一下超过7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有多少位，因为像之前2489的话就大概100多位左右，这一次2489的情况也是144位，也不算很多啦，跟之前差不多而已。但是我看了后台数据，其实移民进来跟移民离开的玩家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只是移民离开的玩家会多1位出来而已。所以这边我是已经做了一个完整的数据，究竟有哪些玩家移民进来，绿色名字这些全部都是从其他王国移民进来的玩家。当然他这些记录呢不一定是最新的，有些呢可能是比较久一点的，因为我这边选择移民进来的日期，我记得好像是1月的时间啊。那因为之前做的记录呢，就有一些玩家讲，哎，你没有确认清楚啊，没有做得很详细，所以这一次我是做得很详细了，有包括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移民进来的，他们之前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一个王国移民进来的，我全部都做记录了。那么在上一次2489的 KVK 基本上就是2月1号就已经结束战斗了，所以你们看到大多数的玩家都是在2月13号、12号左右移民进来的，当然有一些是3月，有一些是4月啦。像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等到最后一个时刻4月1号的时候才移民进来，因为我记得那个时间好像差不多报名 KVK 了吧，是真的很临时，比较多都是在我们打完 KVK 之后就移民进来了。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是来自哪一个王国，又包括1093的玩家，这个是之前的名字，这个是他现在的名字。1316也是有一个华人玩家移民进来了，365 Toxic 也是移民进来了，原来他这个账号之前是 Itachi 的账号来的，然后还有包括之前 Pokemon Trainer 的账号也是移民进来了，之前在2728，所以最终那个账号还是跟960的玩家团聚啦，虽然账号的名字换人了的，但是这个账号本质上之前就是在960那边玩的。那换过名字的玩家就只有这几个而已，移民比较多进来的都是606的玩家，因为我在之前就讲过嘛，606他们在前阵子输掉 KVK 1v3 的 KVK， 然后就有很多玩家已经移民离开了，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有4个玩家是来自606，有2个玩家来自2728，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王国啊。所以这一次招募进来的移民玩家其实没有到很多人啊，总共加起来就只有16位玩家而已。然后他们的战力基本上都是偏高的，都是超过1亿战力了。右手边这个是他们历史最高战力，最高战力的应该就是 Saw， 他之前在325亿的。但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应该基本上都知道他是谁啦。所以这个部分就关于新移民进来的玩家有哪一些，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移民离开的玩家，这些都是移民离开玩家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时间不一定是全部一样的，有些比较早，有些比较迟，所以这边我帮你们整理一下那个时间啦。但是他们移民过去的那些王国呢，其实都比较零散一点啦，并不是说全部都集中移民到同一个王国里面去，只是这边我们刚好有2个玩家都是移民到3308。那首先这边看到移民离开最早的玩家就是这个叫 Gonzi 的玩家，据说他是跟内部有发生一些小争执啦，所以就移民离开了。但其实这个时间点呢，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皇庭才刚开放，不懂第1天还是第2天而已。
所以在那个时间我们正在打黄庭的时候，他就突然移民离开，但是我们知道原因啊，所以也没有讲什么东西。接着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我们 KVK 结束之后啦，但是就有一个玩家会比较早一点了，这个差不多是我们黄庭打完之后的隔2天他就移民离开了，就是连奖励那些全部都没有拿到就直接走了。因为我们正式 KVK 结束的那个时间是在2月11号左右，所以剩下这些玩家呢都是等完成了整个 KVK 之后才移民的。像他这边名字换掉了，有可能他的账号是已经卖掉了啦。这里也是有好几个玩家名字都不太一样了，感觉不是同一个玩家。然后这边是他们移民过去的王国有哪一些，基本上都是比较分散一点啦。我记得 MacPico 好像在2489也是玩挺久的，但是他也是最后选择移民了。Goldfish Kim 虽然在2489那一场 KVK 拿到很多击杀，但是最后也是移民到3308。然后剩下这几个应该都是卖掉账号啊。Ram 我记得也是在2489那边好像玩了挺久的。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这个玩家吧，这个是一个越南玩家来的，就是一个大佬，他账号好像不懂有4亿6亿左右。据说好像是太多人投诉说他阵亡不够啊，所以就一直在骂他。但其实他在2489那一场 KVK 阵亡是挺多了的，而且我觉得阵不阵亡部队是他自己的决定啊，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去指责人家，叫人家要不要去阵亡。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 Kojao， 他其实之前就是960的玩家，但是可以看到他移民离开之后还是回去960，在4月1号的时候，就这几个玩家会比较临时啊，就是在我们差不多要报名 KVK 的时候才移民离开，其中包括2个之前是960的玩家 Cortex 也是移民离开。那 Cortex 那边给的理由就是说他不喜欢那个体系啊，因为太多代打了，然后打架也比较累一点啊。那我觉得像他这么年轻啊，累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那个环境不是很好，因为太多代打全部在追求击杀，就会变成说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去打这一场 KVK 啊，就会觉得很漫无目的的一直在追求击杀而已啊。所以这边也是尊重 Cortex 的想法。不过 Cortex 其实在上一场 KVK 没有打多少啦，他主要是驻防为准。不过不管怎样呢，也是尊重这些玩家的去向啦，他们想要移民去哪里都是 OK 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移民进来跟移民离开玩家的名单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移民离开的玩家多了1位出来而已。战力方面可能会损失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大佬他的账号战力比较高，所以失去的这边战力会比较多。不过之后前置应该大家都会去训练部队啦，所以那个战力应该还可以返回去的。比较起93这边的情况，其实2489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因为在前阵子我做了这个列表啊，你们可以看到1093有这么多的玩家全部都移民离开了。但不管怎样，93的人数毕竟还是有这么多啦，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有4排，而且是这么长的列表。然而你们看2489这边的列表只有3排，而且还这么短。93它的名单最长是到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差距有多大。所以如果是讲人数上面呢，依旧还是93这边最强啊，真的没有办法打。但这种顶上 KVK 除了要看玩家的人数之外呢，主要还是要看玩家他们拥有多少的资源跟加速。因为现在报名的时间改动了嘛，就变成说我们最多就只能等1个月之后报名。这样我们上个赛季其实打得这么激烈，有很多玩家尤其是中低氪的玩家甚至无氪的玩家，他们可能回血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再加上93这边人数这么多，他们肯定是会分成2个联盟啊，有可能另外一个联盟他们玩家回血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因为他们的玩家买的礼包可能没有这么集中。但 KVK 里面发生的事情呢是一直在变化的啦，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大家会找到怎样的盟友，有哪一些王国会跟他们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因为现在看下来3672跟1093还有2489在同一个地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而且我觉得3672应该也算是他们这一场 KVK 比较关键的一个王国，如果谁能拿到胜利的可能性可能会提升，所以这边我们再看一下会怎么样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